使我不在了，你也一定可以的。喏，给你。吃吧，吃吧。莫非，我来看您了。您放心，我今日特意选了无人走的小路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莫非，您知道吗？我今日用一束花跟太妃们换了很多酥饼，奶娘说您以前喜欢吃，我就都给您带来了。莫非，父皇今年又没有来看我？父皇是不是根本不喜欢我，所以才一直把我关在建安宫里的？莫非，我好想您啊！我勒个去！这是谁家的小 NPC 啊？哟，没想到长得还挺可爱的。不对，算了，我还在赶时间，下次再来逗逗他。究竟跑到哪儿去了？也不跟我说一声。仙子姐姐，还好没被发现。这皇宫里怎会有如此邪祟之物？看起来好像在追猎一般，可是怎么会有人在房顶上跑了？那难道是……真的是他19，我们好像被脏东西盯上了。好像是谁？小心啊，姚姐，我们能量不多了。不行，得想办法干他一票。那里好像可以离得更近些。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！19，启动超级变换形态。幸好您没事，方才真是太险了。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在外边呢？哦，我只是迷路了。
这样回静安宫呢？宫人之命轻贱，实在不值得您如此费心跑去药房一趟。今夜之事，包括前几次，都不再追究。但下不为例，毕竟您是皇子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您莫再乱跑了，陛下吩咐，一定得把您送回静安宫。得罪了，瑶姬别追了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不行，我解决了他，我岂不是白变身了？别跑！搞个乖，姐姐不吃小动物的。我勒个去！咱有话好商量啊！再过来我敢喊人了啊！你跟我滚！不叫我打啊！瑶姬，下次可不能这样了，差点酿成大祸。哎呀，我看动画片里能量快没了，都是要放大招的呀。不过好在杀了他，也回了一点能量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妖怪，我刚刚好像听到他叫你妖怪。不可能啊 ，NPC 不可能看得到我们。不过刚刚战斗的时候，我好像看到他眼神动了。对对，我也注意到了，他不会真的能看见我们吧？要不，你去试试。Hello， 帅哥，看这边，再看这边，你真的能看见我啊？应该还是因为系统故障，不然没理由看得见我们呀。又见到了。看见了有什么后果啊？你一个新人研究员，上培训课还敢打瞌睡？我以为这里头虚拟世界没什么区别嘛。本质确实相似，但这里是研究员结合历史数据进行推演的数据世界，所以你所看到的一切皆有过去的影子，这样才会更加贴近于真实。这次降临的朝代有些特殊，被称为代国，是一个短命又神秘的王朝。虽然有着技术支撑，但还是尽量避免接触，规避系统出错的可能。原来如此啊！真的是仙子姐姐。你这记性，你还记得刚砍死的是个啥吗？好像叫肾。仙子姐姐，你等会儿，大人说话，你这小 NPC 别插嘴。当这里出现异常数据，系统防火墙就会派出肾来清除。啊，那不就是我们？怪不得这么厉害。我们进入代国时，设备舱偏航弄丢了能源石，现在不仅无法返回现实世界，还因为这个家伙，害我们差点被肾追上了。仙子姐姐，请问你们是不是遇到麻烦了？是啊。那他怎么办？这次是意外，等修好故障，他就看不见啦。如果不是意外呢？系统会销毁残次品。残次品？是说我吗？唉，故障重启，游戏卡顿了都能删档重来。那如果把19格式化的话，妖姬，看来我们得先建立一个安全区了。我觉得这就不错啊！啊，你别跑啊！啊，仙子姐姐。
完成肾的底层数据信息，搞定了。现在静安宫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了。我发给研究所的求救信号有回应了吗？哦，因为导向仪故障，消息一直发送失败。啊，难道只能等救援了吗？那就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发现你失踪了。已经从没出现过研究员被困的情况。从没吗？若是不能获得神石，我的能量根本没法传送回现实世界。姚记，我们不如尽快去找能源石。这么大的皇宫，不知道掉哪儿了。我们得多造点安全区。有了，既然有个看得见我的 NPC， 那还不得好好利用一番？小皇子，仙子姐姐，你没有离开？本座此番下凡，是特地来相助于你，自不会走。你看到那些圣了吧？昨晚追杀你的妖怪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本座19，换个音乐。未来会有一场神妖大战，妖怪们逐渐壮大，无所不在，操控一切，就发生在数年后。到时，这里的一切都会消失，妖怪们视凡人为威胁，对你们赶尽杀绝。冥冥之中，本座感应到一线天机，有一个人会出现，扭转局势，带领大家反抗，脱离险境。你便是被上天选召的孩子。少年，你有天命在身，你就是未来的代招娣。代招娣，你不想离开这冷宫吗？离开了又能去哪儿？仙子姐姐，你恐怕找错了人。奶娘不愿拿药，我得再给她送一次。就他妈的！介绍一下，本座名唤瑶姬，乃9天之上的神仙试验。看好了，小皇子，19，低调。千古一帝始皇帝，定下一系列治国方针，皆是在本座帮助下施行。诗文大才，清廉居士，写下诸多波澜壮阔的名作，想必你一定听过，都是我陪他写的。还有，他们皆是本座选中的天命之人，本座愿助你纵横天下。多谢仙子好意，那仙子姐姐可否替我实现一个愿望？你说说看。可否复活我的母妃？不能。可否让我成仙？不能。那能变出钱和食物，改善我们的生活吗？也不太能。本座只是不擅长这些。只要你答应帮本座一个小忙，本座愿为你医治宋娘子。啊？什么忙？上钩了，上钩了！本座斩妖时不慎丢了法器，名曰神石。我虽为仙，但如今神石丢失，便无法回归天界了。你要助本座找到它。19，扫描结果显示，感应到神石就在东宫。但我连静安宫都出不去，
听说皇子同大臣之子都可参与太学院的入学选拔，而通过考核的皇子才能进入东宫学习。算算日子，是不是快到了？不过，因我幼时胡言乱语，大家皆认为我患了癔症。父皇顾及颜面，是不会让我参加考核的。更何况，我也只自学过些书，尚未系统学习过，不一定能考上，怕是无法通过考核。也不一定要考上，只要能趁机进入东宫即可。这些书你都看过了？有人曾对我说，努力就会有回报，只可惜我在这冷宫依旧无人在意。别灰心啊，身处逆境而不自弃，太妃们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太妃们？走吧。哎呀，快走啦！果然穷得叮当响，这么点钱怎么买食材啊？送到我这里的东西，基本被克扣的差不多了。你就任由他们欺负？不过是些身外之物，给他们就是，能免些麻烦。19，用金属探测功能搜索吧。哎，这，那。刘玲无亲无故，又穷又惨，我们还骗她帮我们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这怎么能是骗呢？明明是互相帮助。可惜，她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介无名无姓的炮灰 NPC， 说不定真正的戴招娣还在杨贵妃的肚子里。有趣，我们好像出安全区了。偶像剧里，这种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害怕一点？你没事吧？姚记，下次可不能随便离开静安宫了，太危险了。没有人告诉过你不能这么盯着女孩子看吗？仙子姐姐，你既是仙人，为何也不能离开静安宫？当然有。你在诓我？哟，小琉璃这么好忽悠呀？你在怀疑本座的能力？爷爷看到了，本座神力在身，足不出门便可知晓天下事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！快关了19！这些不算，虽说现在能力受限，但那也只是暂时的。待我找回神识，不仅可助你成就天命，还能帮宋娘子治愈救急，如何？行，这些就足够。先前奶娘的药和书是我店里的太监王宁帮忙买的，我去找他换这些食材来。姚姐，他这样真的没事吗？说什么看一遍就能做出来，我好担心他走火入魔呀。应该不至于。真的成了！
这辛辣味成了，但似乎还缺了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哇，包装也画上了。包装为猴我，哎呀，就是画风比较独特的签名。那是我现在这样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好了，我的天哪！有纪，这已经不是平替版了。对啊，这简直就是1:1的莆田版。没想到这小子还留了一手，真的过目不忘啊！这方法真的能行吗？太妃们出身各大世家，眼界极高，出奇方才能制胜。那仙子姐姐，这个面可有名字？那就叫它酸酸辣辣方便面。方便面，这名不错。樱桃肉、鸡里蹦、清炖肥鸭、荷包里脊、桂花鱼翅。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你们呢？刘玲，给张太妃请安。你来朱金殿做甚？我听闻张太妃您喜爱美食，准备了一道菜，请您品鉴。你耍我呢？给我一碗生的面。张太妃，这碗面您一定喜欢。紫甘蓝汤。这又是什么？你莫不是在里面下毒吧？不是毒，不是毒，是醋。张太妃若不放心，刘伶为您试毒。巧言令色，哼！吃人家的嘴短，我是不会轻易上当的。味道马马虎虎吧。说吧，你特地找我，有何事？太妃放心，刘伶只是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您一二。太复杂的问题，问了我也不知道哦。小时候，我时不时会收到些书籍，想来都是薛太妃送的吧？看来你也不笨嘛。唉，薛家满门公卿可谓是桃李遍天下，当今太学院的学士们不少都是薛家门生。你也知道，寻常书籍是禁止带入静安宫的。薛姐姐看你年幼可怜，便在纸上墨下书册，偷偷差人送来的。太妃娘娘，我如今长大，欲再进一步，想求您帮忙引荐薛太妃，教我读书。你不会是想参加东宫考核吧？不可能的，薛姐姐不会教你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刘卫的儿子呀。你不知道，我们就是被刘卫关在静安宫的吗？行了，话也问了，我也吃饱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太妃娘娘。叨扰太妃，刘伶先行告退。姚姐，我们怎么就团灭了？忘了我们的 Plan B 了吗？唉，可惜我还准备了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炸里脊、焖黄鳝、锅烧鲶鱼、清蒸甲鱼、抓炒鲤鱼、干煸对虾。哎，可惜张太妃不喜欢我做的菜呀。慢着，让我帮你引荐薛芳，也不是不行。Yes， 你明天再来一趟吧，记得带点新样式，不要被人瞧见了。好的，太妃娘娘。太好了。
今日父皇待我的态度转变得很突然，这就是薛太妃所说的试探吗？仙子姐姐，奇怪，感应怎么突然消失了？仙子姐姐，刘玲，你们不是去追那圣了吗？为何？陛下，求求您了，陛下，您就让臣妇再见他一面吧。许是某位侯爵的家眷。陛下，退下！老夫人诰命在身，不得无礼。陛下，王姐她从未得过先帝宠幸，在这宫中无依无靠，到底过得如何呀？求陛下准许臣妇再看一眼我那苦命的外孙女吧。王太妃，什么人？刘玲，参见父皇。你怎的还未回宫？啊，父皇，那本论衡儿臣还未读完，等您忙完，想向父皇讨回去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妇这一生唯一的亏欠，便是对王姬照顾不周。如今臣妇罹患重疾，已到弥留之际。陛下，若能再见他一面，臣妇就死而无憾了。老夫人，这又是何必？求您看在臣妇昔日为代国鞠躬尽瘁的份上，恳求陛下成全呐。可是先帝遗旨，静安宫中的嫔妃永世不得出宫，也不许外人进入。朕作为儿子，不能违背先父遗旨啊，老夫人。根本没有这样的遗旨，王姬定是死了。刘玲，小心！杀人了！妖姬，你还好吗？刘玲，你做得不错，可惜恻隐之心太重。身为皇子，理应铁血果决。你就在这儿看着他咽气，练练胆量吧。我问你啊，刘玲，明明刚经历完生死，你怎么看着那么若无其事？并非若无其事，我都记着呢，仙子姐姐。对逝者最好的回报，是活着的人好好的替他们活下去。妖姬，白天紫宸殿的那股能量我分析完了。许是肾的聚集导致感应失灵了，紫宸殿也建好安全区了。接下来就是继续往东宫扩。妖姬，你还在想今天发生的事吗？王太妃和魏老夫人一生的自由和幸福都完全被他人掌控，宫里的人更是身不由己，确实好可怜呢。算了，想再多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，毕竟都只是代码。可是万一其中有个 NPC 不听话，想摆脱这个轨迹呢？我是要问你，上月东市鸡蛋均价几钱？同一枚鸡蛋，去年冬至要价几何？5年前呢？25年前呢？我并非要刁难你，好好想想，明日再来见我。谢薛太妃。刘玲，你书也看了，
还不依不饶地拉着宋娘子和王宁问了一宿，恨不得把50年前的鸡蛋价格都查出来，怎么还抓头呀？是查出来了，但我总觉得这课后作业没那么简单。你真以为薛太妃在考你鸡蛋价格？我没出过宫，阅历见识不足。薛太妃这是想借此提醒我，不要只会背书。但这是我的强项哦。19，准备好了。榴莲，过来。你读给我听，这是东市哪年的光景？甚是奇怪，如此盛情，为何鸡蛋价格竟是25年来最贵？河源26年，短短4年，为何价格却大相径庭？我懂了，挖掘运河导致赋税加重，务农者减少，进而导致4年后鸡蛋价格疯涨。可是这样，国策与民共振息息相关，彼此促进。文章、历史是先人经验，但书必须为君所用。万卷书要读，万里路也同样要走。你盯着我干嘛？我在想，原来神仙真的会造梦。以前有个小孩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。你记得他？记不清脸了，只记得他真是个烦人的小哭包。能被你记住，他一定很高兴。代国的繁荣盛世，总有一天你会亲眼见证的。王宁刚来传话，说最近宫里查的严，得过上2天。可现在是最需要补身子的时候，我再去想想办法。榴莲醒了。榴莲，哎呀，你终于醒了。来，慢点儿，还有哪不舒服吗？张太妃，我这是……你呀，最近累着了，养几天就好了，之后可别那么拼了。真的吗？喂，东西拿来了，人呢？你好好躺着，我去看看。还当自己是以前呢？鸡汤拿来了，钱呢？钱？我不是让趁曦送去了吗？就那么点儿，当打发叫花子呢？就是，这冷宫啥情况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可是冒着杀头危险帮忙，你们还敢讨价还价？此处偏僻，鸡汤想必得来不易。二位，这是用上好的丝缎织成的香囊，拿去京城的锦绣阁，定能卖得好价钱。等一下，薛姐姐，不可以给他，这可是你母亲的。这还差不多。把鸡汤给我。不得了，这贴身的衣裳是真丝织的吧？二姨天作五，算个彩头，怎么样？放肆！不成便算了，这鸡汤我得再考虑考虑。榴莲，你做什么？你，敢对皇子动手？你长了几颗脑袋？殿下，我们不能对您动手，可是这鸡汤，哎，掉了。查闻冷宫藏有禁品，搜一搜吧。你敢？殿下莫怪，职责所在。
对不起，你故意的吧？听说这店里曾有位太妃上吊自尽，冤魂不散。奉劝二位尽早离开。有鬼！当我们是傻子？刘玲，你配合我施法吓唬吓唬他们。他来了。别过来！太妃们的秘密武器也太惊险。刘玲，你明知身体有毛病，就别闹那么疯啊！无碍，之后还有时间慢慢调养好身子。况且仙子姐姐，还有你给我准备的考核前使用的药方，不是吗？我还是不放心。十九，给他好好检查一番。检查？琉璃，你不要乱动，不然我就不能继续扫描了。他的身体状况如何？这是我的骨头。别乱动，等扫描完，你的身体情况如何就一目了然了。这仙法能隔空看见我的骨头，难保不会看见我的所思所想。不好！怎么了？仙子姐姐，我突感头晕乏力，我想休息了。好啦，估计是太累了。雅纪，我们让他睡一会儿吧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就先走了。别太过逞强，好好备考。神识的确在围猎场方向，可是明明之前感应到就在东宫，他还能自己跑了不成？他真的在动。但剩下的能量已经无法支撑我长时间定位搜索了。好消息是，神识就在明日考核的地方。还有个办法，你体内有个量子信号探测模块，打开后就能在下一次感应中对神识进行精确定位。可修改这个模块，只能先制造一个后门。理论上来说，别人也能通过后门篡改我的核心源代码。不过，我选择相信你。仙子姐姐，你还有我呢。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偷听了？我一定会帮你拿到神识的。如此信誓旦旦，该不会你在担心我？对呀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回不去吗？要是回不去了，我就赖在这儿，靠你带我走上人生巅峰，如何？那怎么行？你肯定还有自己的目标，或许天上也有关心你的人在等你。当然了，仙子姐姐要想多留一会儿，我也没什么意见。好美。我都忘了，我有多久没有这样好好的看过静安宫了。你真的考虑好了？啊，没什么，
谢谢你，刘玲。放心，我会帮你完成心愿的。那说好了，明日考核结束，我去东宫，你回天上接着当神仙，我们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仙子姐姐，你好大的力气！你胡说！你来的正好，我给你找到了一味药方。药方？我觉得还是……但是，它只能暂时压住你的伤势。一旦出现什么状况，或是药效结束，病情会复发，会恶化，到时你的身体就需要承受加倍的痛苦。没问题。我只是个凡人，要想追上你们的脚步，就必须破釜沉舟。我有这个信心。刘玲，你可要想清楚，神识我可以再想办法，但是你的身体……仙子姐姐，请把药方告诉我，拜托了。刘玲，刘玲，醒来！吓死我了！炎帝充血，那药快要失效了。刘玲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的考核还没有结束。你疯了吗？你现在这身体，万一再遇上危险，你会死的。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在这冷宫这么多年，从挣扎到麻木，到最后以为那便是我的宿命。直到你出现，仙子姐姐，是你开始让我相信，我真的拥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。是你给予了我打破藩篱的勇气。刘玲，所以，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，哪怕前方满是荆棘，我也要走下去。罢了，说不过你，但现在开始，你必须要在我的视野里。但凡有个三长两短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可我们还得继续追神石。我知道。等一下。小心！风来！这路怎么突然跟发了疯似的？你看，肯定有人对他动过手脚。还不止这一只。那边，瑶姐，我们好像一直在兜圈子啊。
幽灵小心！这些刺客有备而来，难道是飞霜殿的？幽灵，小心右边！抓紧，可就剩最后一个备用罩了。我知道，但琉璃有危险。身体支撑得住吗？还可以。幽灵，小心身后！在你的右后方，瞄准树下那块石头。别急，听我指示。放箭！千万别露头！石头往右数2棵树后，准备好，等树叶扬起的时候，你就立刻动手，就是现在！幽灵。幽灵，幽灵，已经没事了，这是不得已的。但如果你不这么做，倒在那里的就会是你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这雾来得很是蹊跷。仙子姐姐，谢谢。小心！幽灵！带山！刚刚那是……戴总管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杀我？抱歉了，三皇子，你马上是个死人了。我想告诉你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想办法拖住他，你赶紧走。瑶姬，我的能量不多了。我知道，但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救人要紧。这，皇兄，没事吧，三弟？戴总管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想杀人灭口，退后，琉璃。别看你二哥这样，
他可比任何人都担心你。戴总管，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模样，束手就擒吧。先离开这儿，不能再让琉璃冒险了。况且你也需要补充能量。琉璃，你要干什么？三弟，幽灵，趁现在赶紧跳到旁边。不行，神石我一定要拿到。别管神石了，快撤！抓住我，幽灵！我把你拉上来。仙子姐姐，我帮你拿到了。爱也未尽，仍未眠。长天飞燕飞远，去是在留恋初遇的那夜，一汪水点了一脸。你在担心我？对啊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回不去吗？要是回不去了，我就赖在这儿，靠你带我走上人生巅峰。是你开始让我相信，我真的拥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。是你给予了我打破藩篱的勇气。我一定会帮你拿到神石的，我们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烟火绽放的瞬，燃尽我的一生，换成掌心留的余温，也要为了你奋不顾身。设置完成。能量充能中，改写数据中。一种的星辰，或许来日可用尽苍生。你若归，总是一份可能。或许来日可用尽苍生。你若归，总是一份可能。是刚刚从天上掉下来的姐姐。这
这些房子又矮又旧，皇宫也不过如此嘛。谁在外面？哦，这不是刚刚那个祭天台的小孩吗？哦，原来是偷吃的小工人。糟糕，爸爸来了！仙子姐姐，仙子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怎么了？身体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仙子姐姐，你是在生我的气吗？此地情况尚未可知，仙子姐姐最好不要单独行动。啊！小心！怎么办？他不会是要亲我吧？仙子姐姐，我为何能碰到你了？你还打算抱我到什么时候？抱歉，呆子，这次实体化怎么这么久？难道是故障了？刚刚那是形势所迫，我绝对没有任何。怎么，摸完就这样了事儿了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。那你的意思是你会负责喽？负责？我的命是仙子姐姐救下的，刚才还对您行为不敬，我实在不知何以为报。刘玲这条命，要杀要剐，全凭仙子姐姐发落。行了，不逗你了，瞧把你吓的。这就当是对你的惩罚好了。但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？是我连累了你，以身犯险。错，是你不珍惜自己的命。刘玲，神识还可在场，但人死了，那就再也见不到了。行了，当务之急是先离开这里。虽然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惹上了九哥，但往后你的处境可能会更加危险。九哥，你是说岱山？还记得他脖子上的那根项链吗？那是九哥的信物，我曾在资料上窥见过一二。不过，这个组织太过神秘，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。奇怪，仙子姐姐怎么还没回来？莫非是有什么状况？啊！仙子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太妃们呢？看吧，我说了就是他。你看小刘玲这眼神，准不会错。他们……看到我了。我说我是新来的宫女，他们不信，让我证明我自己。这如何证明？抓到紫竹天牛，便能证明我是个合格的宫女。仙子姐姐，
方才你去哪里了？我发现有人暗中监视，但没追到人。我怀疑与九哥有关。好吧，但现在的问题是你被太妃们发现了，这可咋办？你看他们都喝成了啥药？放心，第2天保准断片，忘得一干二净。断片是为何意？那个仙子姐姐，放心，区抓捕，难不倒我。我是说，动静那么大，恐会将她惊飞的。搞定。仙子姐姐。琉璃，你没事吧？琉璃，琉璃，你可别吓我！这可怎么办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正想叫你。我明白的。那你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吗？仙子姐姐。我没事，就是有点重。等一下！谁呢？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！我没有，仙子姐姐，你先让我起来！你全家都重！真没有！气死我了！从小到大就没人说过我胖。等等，难不成我真的胖了？你笑什么？我也说不清。许是往常触不可及，便总觉得仙子姐姐高高在上，不食人间烟火。如今却发现仙子姐姐同我一样，能吃能睡，会爬树，会摔跤，会着急。是你说没事的，出了问题我可不负责。这有啥稀奇的？是人便有喜怒哀乐，便会哭会笑，会喝醉也会脆弱。就算是神仙，也没什么不同。可这样的你，让我觉得是鲜活灿烂、真实存在之人。让我觉得什么？没什么。其实，我见你也是，这里也很好。鲜活灿烂，像是真实存在。行了，任务完成，得回去交差了。还愣在那干嘛？我可还没原谅你呢。其实仙子姐姐也没有那么重。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？我综合分析了这几日数据，从结果来看，宋娘子并没什么大毛病。那她为何总是咳嗽不止？主要还是年纪大了，有些支气管炎。支气管炎，可会危及生命？不会，但对身体肯定有些损伤。也许和我经脉被废是同一时期。放心，待我回到天上，就能找到法子。又来。这个小 NPC 怎么学坏了？喂，我有那么不靠谱吗？仙子姐姐，这是……
没什么，就是系统有些小状况。那个，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先去处理，等会我再来找你啊。别过去。刚才还说好盯着我。检查一切正常。既然实体化功能没有任何问题，那到底……难道？在找我？是，看到你我就放心了。我去见了赵太妃，没想到在这冷宫里，还藏着一位如此博学的太妃。仙子姐姐，要不你先下来，我慢慢跟你讲。不用，你让我自己待会儿。要是有什么事，仙子姐姐可以跟我说，只要我能帮得到你。你不能，我很清楚，谁也帮不了我。刘玲，等我一下。刘玲，我记得很小的时候，我总想爬到最上头，因为在那儿能俯瞰整座静安宫。但当时到了这里，却怕得不敢往前了。别干傻事啊，刘玲，那样真的很危险。后来奶娘就说我，那很危险，要脚踏实地，一步步来。迟早有一天，等我走出这冷宫，我也能看到。快下来！如今我走出去了，我才想明白，想要看到，就不能害怕，更不能停下。刘玲！再有下次，摔残了我也不会管你。我又能碰到你了，那又如何？你的手很冷，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吗？说了不用你管。仙子姐姐，你是不是暂时回不去天界了？我只是猜测，或者说是直觉。自从围猎场回来之后，我就觉得你似乎出了什么状况，但却一直瞒着我。这是我们之前获取的神石，只不过好像暗淡了很多。当时我的能量所剩无几，唯有强行启动了神石才可救下你。但事后却发现，导向仪无法将我传送回去了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确实有私事要处理。不过，我也无法在这个世界逗留太久。如果逗留太久，会怎么样？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在遭受排斥、消散，只是最后会彻底消失吧。我也不知道现在这样还能维持多久。你都知道了，这回满意了吗？我来想办法。你帮不上忙。不试试又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我究竟能做到什么，但绝不会坐以待毙。确实，两块简直一模一样。看来要想知道真伪，只能进去一探究竟了。他刚才说什么？去画卷里？
我会真是被鬼附身了吧？哎呦，老天爷保佑！殿下，是我的错。要是我能早点发现，您就不会。王宁，你说的没错，这幅画卷确实给我带来了好运，帮上了大忙。那女鬼呢？嗯，女鬼？已经被我制服了，大可放心。你最近为物资到处奔波，属实辛苦，好生歇息一下吧。相信我，寒冰殿现在很安全。那我走了。殿下有情况可以随时找我。我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那个，制服只是说辞，绝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发誓。哦，是吗？哦，这下人口无遮拦，你别介意。我记着你曾经跟我提过一个词才准确，叫，对，女神。有进步吗？学会嘴上抹点蜜了？能看到仙子姐姐的笑容，我总算是放心一些了。至少现在有了些希望，不是吗？我刚才在想，如果真按图上所示，另一颗神石就在飞霜殿的某处，那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但这与萧太妃究竟有什么关系？昨日我向赵太妃请教，她对九哥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。或许这萧太妃也是九哥的一员，也说不定呢。目前来看，潜入到飞霜殿中是最好的办法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就今晚吧，避免夜长梦多。不过，萧太妃身手了得，殿内应该还有别的帮手，得想办法引开。出发前，我会再去确认一下是否还有人监视。那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？放心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况且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绝不能坐以待毙，不是吗？在静安宫内发现一具尸体。只是老鼠吗？没事了。刚才好险。他就是之前窥探你的人。这姓萧的果然有问题。
找到了吗？怎么了？你觉不觉得这堵墙有点太厚了？有了，真相只有一个。我就知道，动画片看了那么多集，撑不起我。所以呢？看我的！果然，机关在这儿。还不快瞧瞧！动画片是什么？干嘛？没什么。咱们分头找，定能寻到这家伙在暗中谋划什么。没想到他还有这番爱好。你怎么会在此处？我应该猜到的，这身世一定跟你有关系。仙子姐姐，我找到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。师妹，不好，快，先离开这里。我去想办法引开他，你先赶紧跑。你要干什么？一炷香后，寒冰殿见。店里果然不只有老鼠。我就知道放出去的诱饵拖不了你太久。许久不见，岱山。不，我应该称呼你为云中君。可惜，现在只有你一人。你拦不住我。在这里，看见没有？这番景象，
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登仙之道，终于被我找到了。所以你做这些，就是为了登仙？你根本就不明白，我们这一生所能达到的高度，到最后就是取决于生命的长度。这一手易容术让我拥有了千人千面，体验人生百态。我拥有过了一切，可到最后发现，即便穷极一生，我都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。一旦死了，那一切就都毫无意义了。如今我找到了，唯有成仙可以做到真正的长生不老。而你，我亲爱的皇子殿下，是你为我补上了登仙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。我在考核那日见到他的那一刻，我确信登仙之道一定是存在的。那一夜祭天坛凸显异象，随后我便意识到，计划的关键便是那块神石。所以那幅画卷，是你故意卖给了汪宁？飞霜殿里有那个人在，不是我轻易就能擅闯的。因此，我需要一个合适的诱饵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你替我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，接下来就水到渠成了。你的计划确实厉害，但这所谓的登仙之道，在我看来，根本是子虚乌有。你这样做，是成为不了仙的。那你身边的这位仙子姐姐该如何解释？你口口声声喊她神仙，她掌握着这世间不存在的力量，你分明是想独吞这个秘密。我就知道你也在神仙。寻中君，你错了，本座不晓得你是从哪本乡野怪谈看到的邪门歪道，想成仙，没这资格。抓到你了，仙子姐姐！糟了，看来这东西似乎还有一些别的作用。怎么可能？那是爸爸的。喂，不行就一旁待着，别给我拖后腿。你，爸爸，对不起，爸爸有事迟到了。当当，宝贝，生日快乐！爸爸，你又骗我，你答应带我出去的。还没到时间哦，姚记，答应我，再等一等好吗？等一切都搞定了，爸爸一定带你出去。到时候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姚记，快醒醒！姚记，仙子姐姐，仙
你看起来状态很差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但你现在需要休息，交给我们吧。明白。我明白，这样下去我们就会失败，所以我更加不能坐以待毙。幽灵，你要去哪？你很强，但下人终究是下人，抓住你的破绽并不难。姚记， 19，你不是休眠了吗？这趟代国之行，其实你本是来寻其他线索的，是吗？你在暗室里发现的那幅画像，我也看见了，一切都跟他有关。你现在的情况很差，神识被彻底使用后，你在这个世界的数据会不断遭到排斥、损耗，直到完全消亡。即便如此，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你又怎么知道我不会帮你呢？你忘了吗，姚记？我们是朋友啊！我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就是对不起，19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明白，但你也别那么激动，走一下，走一下。姚记，你先别急，至少现在还有希望，不是吗？虽然我不清楚代国怎会有一个无主导相仪，不过利用那颗神石是唯一的办法。19，我还能借用一下你的力量吗？嘿嘿，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客气。要不是逼不得已，谁要用这冷兵器啊？你说咱现在这科技水平，要是整个巴祖卡加特林，那不早解决了呢？你想象力丰富，要不你来？答应我，回去之后可得更新一下系统程序啊！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？总算有点样子了。要不要那么傲娇？我可是帮了你。刚刚我也救过你，扯平了。喂，咱是队友，怎么跟我们敌人一样？姚记，你还好吗？暂时死不了，但这混蛋鸡贼得很，局势发生变化，他就立刻转变对策，开始拖时间。这样下去，讲不定真的被他得逞。必须想办法速战速决。难不成他真能靠着无主导相仪传送回去吗？照理来说，没有研究所的身份认证，他是不可能。对了，导向仪。喂，做事，你现在听我指挥，配合我。啊！云中君，咱们神仙其实并不爱打打杀杀，我们来做笔交易如何？你要知道，仙界可没那么好混的，天天勾心斗角不说，还内卷。内卷？我助你登仙，你来我这里替我办事，咱俩互惠互利。就凭你这一言之词？看
不出来吗？咱俩可是同款，这玩意儿我可比你熟。我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。你以为成仙这种事情是随便简简单单就能做到的吗？哼，神仙，这几十年来，我苦苦追寻你们的踪迹，为那般努力博得你们关注，可你们却未曾看过我一眼，总是那么的自以为是。所以我很清楚，除了自己，谁都不会信。是吗？那你活该会输。云姬。他人在哪？仙子姐姐，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？手别晃，别看着我呀。优秀的弓箭手眼里就只有目标。准备好，滴答滴答，就是现在！完美，这下你就掌握了组合技。组合技？就是招式的一种。记住，琉璃，在遇到敌人时，一定要冷静应对，等我的信号。哦。只有等到有十足把握的时候，方可一击致命。这是对敌最有效的方式。冷静下来，还不是时候。升仙之道越来越近，我离成仙只有一步之遥，你们阻拦不了我。就是现在！成了！情况好像不太妙，应该是云中君错误启动了导向仪，
数据交换通道打开了，却没有发生交换，导致数据淤积了。那会怎么样？这样下去，恐怕数据风暴的影响会继续扩大，波及到静安宫、皇宫，最后是整个梁城，整个世界的数据都会被搅乱。只能这么办了。仙子姐姐，未尽仍未眠，长天飞燕飞远。仙子姐姐，所以你要回到仙界去了是吗？是啊，没想到会这么快。可如果不这么做，这场危机便平复不了。我明白的，我应该高兴才是。至少仙子姐姐没有了危险，可以平安无事返回，那我便安心了。不过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。会再见的。在你看见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想，我们的缘分就已经结下了。在我心里，你们都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，尤其是你，榴莲。我只是暂时离开，而你的路才刚刚开始。我都明白，可我习惯了你在的每一天，习惯了你为我做的一切，习惯了每天睁开眼就能够看见你在我眼前。我真的不知道。都是因为你的出现，让我有了改变这一切的动力。如今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坚持下去。不会的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想做。即使我不在了，你也一定可以的，对吗？白夜未尽，仍未眠。长天飞燕飞远，虚实在留恋初遇的那夜，一汪水点了一帘。好了，你将来可是要成为戴招娣的，哭成这样成何体统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想着偷懒。指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会回来突击检查的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仙子姐姐，我想当我再次醒来，一切都会回归到最初，回归到那个平凡的日子。虽然很短暂，但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切，继续前进，按照我们所期望的那样。会的，琉璃，你是独当一面的皇子，而我无论在哪，会一直注视着你，记住我的名字。妖姬。